办理6月7号金蛇耀龙门这个定向活动，是因为它就在福隆海水浴场的旁边，它是一个很好玩的地方。刚好是夏天的开始，我们就像一把钥匙，希望为喜欢定向的人开启一个愉快的夏天假期。场地选在龙门露营区，是因为它那边有一些是开矿的露营地，有一些是沙丘地形，也有靠近双溪河边的海岸公园地形，很适合定向活动的举办。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这个愉快夏天的活动。定向越野因为每次都在不一样的场地进行，然后选手翻开地图都是一个全新的体验，还有全新的赛程，所以路途中非常考验这个路径规划还有做选择的能力，非常的有挑战性，很有趣。定向越野不是只有跑得快，还要跑得好。怎么样跑得好，就是要靠动脑，然后还要好的定向的记录。我是听杠杆，从小习惯用眼睛去观察。然后用筋去感受。有一次我在苏格兰参加国外的定向运动，然后就不小心掉到沼泽里面，然后那个沼泽很深，大概到我的小腿、大腿，然后我就整个人拔不出来，还需要拉旁边经过的选手，请他拉我一把，才能顺利的脱离沼泽。因为台湾没有那个很有耕耘的一个地景，然后当我第一次参加这个比赛，这个地形让我迷路了，让我非常有过程。然后我把这个问题带回台湾，然后去思考要怎么样去找好的方法去训练它，希望我下一次可以突破更好的成绩。定向越野让我学会在压力下冷静思考，并累积决策判断的能力。定向越野让我学会分析判断。我从定向越野学会了勇往直前。金蛇耀龙门，踏上新里程。希望我们用这个活动为大家开启定向年。欢迎观看直播，为选手加油！加油！好了，各位所有线上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HubSports 体育频道以及动輒官方 YouTube 频道以及中华民国国际体育发展协会的脸书粉丝专页，一起来收看2025金蛇耀龙门定向越野挑战赛。那场比赛我们是邀请到过去也曾担任国家队选手，现在也是担任的林子杰老师来担任赛评的部分，还有全体辛苦的转播团队伙伴，还有我林志儒一起来为大家服务。子杰老师好。大家好。好，那我们这次的比赛就是金蛇耀龙门定向越野挑战赛的比赛场地是在新北市贡寮区福隆的龙门露营区哦。那现在可以看到，哇，现在当地现场的温度有到32度，那湿度71%的部分。不过对于选手来说，可能是有些好消息，是稍微有一点点时候应该是偶云啊，是会有一些云来遮住太阳光的部分哦。那这边就想请问，那赛评老师先稍微介绍一下我们这一次这次比赛哦，但主要当然还是以推广部分。那可能很多观众朋友线上收听的观众朋友们比较不太明白所谓的定向越野的比赛的部分是什么东西，这边可以请稍微子角师稍微简单的介绍一下，让大家认识一下这项运动的魅力所在哦。好，那定向越野其实它是一个拿地图，那很像寻宝的过程。对一般民众来讲，他可能可以接触的部分是推广活动。我们有另外一个活动方式叫做积分赛。那积分赛，它可以在这个场地里面不用照顺序去找他想去找的每一个点。是。那每一个点有不同的分数，我只要去找到一个，我也可以回来，我也可以在规定时间内找完所有的点。你可以自己去安排整个赛制的规划。是。那另外一个叫做顺点赛，就是像我们今天在龙门露营场这边看到的赛事。只要是正式比赛都会是叫做顺点赛，是，所以等一下看到选手出去的时候，他是必须要依照他的指定的点位去找这些所有的点，而且中间是不能有错误的。那我们现在画面上就看到是这一次我们比赛地点的地图，也可以看到画面左上角就是龙门露营区的定向越野地图。那当然，
应该所有在选手是在出赛之前才会收到这份地图，才会了解到整个比赛场地的状况哦。那可不可以请赛评老师稍微就目前看到的这个状况？当然，这张地图可能是比较一个空白的，比较没有特别点位。但就老师刚刚稍微这样看一下，大概可以跟我们讲一下整个比赛场地的状况，或者说难度大概会如何呢？好，今天龙门录音场这张图，它其实没有到很困难，它比较像是一个简单的公园的放大版。是因为其实刚刚看到基本的底图，它比较多都还是呈现在道路的位置上，它没有到很多需要穿越到林地里面的地区，所以刚刚看到就定向来讲，它很多地方的图是用黄色跟绿色下去呈现。那黄色是代表空旷地草皮，那绿色的话就是代表比较不好穿越的地区，所以它的点位因为地图上都是以深绿色下去画的，所以它不太会有所谓穿越的这个动作。所以今天这个赛场跟赛制来讲，不会对选手造成太大的困难，因为场地是属于简单的公园地形而已。是，那现在画面上也可以看到我们第一组要出发的选手，可以看到号码布上107号的是男子45岁一般组的选手邱玉文，那号码布上128号的是女子公开组的选手吴宇珍。这边就可以看到，他们就是选手确实在刚出发那一瞬间才去拿地图哦。那通常这个时候，赛评老师通常这个时候选手要做第一件事情，他们是要从什么样来去做准备，就来面对这个赛道这样子。好，今天定向跟其他的运动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有一个东西叫做准备出发区。你可以看到后面那个选手，我们会有每一个分钟的倒数计时，你每1分钟往前，那其实在每一个倒数分钟你是都有事情要做的，而不是像现在我们看到这些一般公开组的选手，因为他们可能是市民跑者，对这个运动有兴趣来参加的。那定向越野的选手，其实出发前1秒你才可以拿到你的赛图。是。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画面里面，它有拉很多的红色引导线或是角锥，它是用来指引选手从准备出发区到起点的这个赛段。是。对，所以其实出发的选手，他其实在这个赛段到起点之前，他是可以不太需要做思考，他只要跟着引导线走到没有线的地方，就是所谓地图上真正三角形起点的位置。是，这也是我们刚刚看到前面这几个选手，因为他们可能不是很常参加赛事的，所以他们会有点疑虑，说：“哎，我现在在哪里？然后我不知道我现在要做什么事。”其实他只要跟着引导线走到没有线的地方，就是地图上的起点了。了解。对，那只是因为他们现在从起点出去，也不知道是要从什么方向走，就还在找寻他自己应该在地图上的哪个位置而已。是，那刚刚也可以看到号码布108号的也是女子45岁一般组的郭玉伦选手哦。那想问老师，当然每位选手可能他整个去踩的点位或者整个路线应该也都是不太一样的。同一组的选手会一样，是，所以今天同一组的选手他就会有不同出发时间的这个设定。让选手他是在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情况下去参加这个比赛。是，毕竟如果说同一组，那先出发的好像就稍微比较吃亏一点点哦。如果后出发，就通常这样子拉的时长会，比如说会相差多少？在短距离赛事的设定上面是1分钟，是每一个组别都会有间隔1分钟的出发时间。是，所以如果今天你是同一个组别的，你有办法追到前面一个跟你同一组赛事的选手，就代表你至少已经赢他1分钟了。哦，了解。对，那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是中长距离的2种不同的赛事。中长距离通常是在山区，它的设定时间是间隔2分钟。是，哇，这边也可以看到。这里好像是有这样子是算所谓的小组合作部分。对，在我们没有那么正式性的赛事上面，因为正式赛事不会有双人的部分。是。那像这个就会有双人，就是做体验或是家庭推广的。所以这个运动它也很适合找小朋友过来跟爸爸妈妈一起参加，当成家庭亲子组。是。这边想问老师，就像刚刚有提到，可能今天真的是一个第一次参加定向越野的市民跑者，他可能对这项运动完全几乎是一张白纸。他如果拿到地图，那他第一时间他可能要去做的是哪些事情，来让他的赛事可以顺利进行下去？其实对一般第一次参加的人，他还是会有一点难度，因为毕竟他要先知道在这个范围内他要去的哪些地方，加上他可能根本
看不太懂地图，了解，因为地图范围这张图是蛮大的。是。那他首先真的要出去做的第一件事，先找到地图上的三角形的起点。是。那等一下后面会有比较专业的跑者，你就会去看，他们手上其实会再多带一个跟这些选手不一样的地方是，他们会有一个指北针。了解。用指北针下去确定它的方位。是。那这里画面上看到是亲子组135号的选手们，哇，非常的可爱哦，分别是张浩勋、施浩廷以及张嘉文哦。其实当然这种运动也是蛮适合全家大小一起来参加的，就像可能不知道观众朋友小时候没有经验，大家一起出去玩，有一种类似寻宝的概念哦。对，这个画面也是相当的可爱哦，就看刚刚担任家长的这位爸爸要怎么来带领小朋友们一起来破关哦。我们做过很多活动，是蛮好笑的是，第一次参加的小朋友都会说：“我不要自己一个人跑，我不要，我要跟哥哥，我要跟爸爸妈妈。”然后跑完第一次之后，就会说：“我不要跟爸爸妈妈，因为都会吵架。他们想要去的方向、想要跑的路，还有移动速度都会不一样。”是，那当然我们这次2025金蛇耀龙门定向越野挑战赛会是以推广为主啦。那想问老师，比如说在整个较为正式的赛事上面，可能因为我知道其实还是会有所谓的竞赛项目有一点不太一样，包括不管是比赛的时长啊，或是一些路线等等，可以请老师大概帮我们介绍一下有哪些的区别，或是哪些的组别的分别吗？我们定向它其实就只有区分成顺点赛跟积分赛两种不同的模式而已。是。那只要是正式比赛，就是像今天看到的，它是顺点的方式。是。那其实，在我们所谓的短、中、长3个不同距离的设定上面，并不是因为它的距离长度而是去做区分。在定向的短、中、长距离的区分，是用该组可以完成比赛的第一名选手，他跑出来的时间是落在12到15分钟，是这样子的方式下去决定今天这个赛事组别的长度。所以今天如果是真的国家代表队的精英选手组，他们第一名可以完成的12到15分钟的距离，可能在赛程上面的直线长度大概会拉到3K 左右。可是如果今天我们的组别是国小，比如说12岁组、14岁组，那他们可能可以完成12到15分钟的距离，可能只会落在1.5K 或到1.2K 之类的。好，那所以其实并没有因为长度的关系去决定它所谓短中长距离。是，那现在画面上看到号码布119号的选手就是男子精英组的蔡宜章选手。我刚刚其实在比赛开始前也有跟赛品老师稍微聊到这位选手，真的大家可以先来看一下所谓的精英选手他们比赛的方式到底会来怎么样来进行哦。好，这边确实一开赛先往前在准备区这里，先是非常仔细来判读现在地图上的资讯。通常这样子，老师他们会在上面可以获得哪些状况，可以让他可以马上知道他要去判断他哪些点位来做进攻这样子？其实可以看得出来，这一个选手他经验可能也还没有那么足，只是因为定向越野的赛事，所有人都可以挑战到更高难度的组别，所以我自己想要报到最高层级的都是可以报的。是，对。那等一下往后我们可以再看后面的2、3个选手，他们都是目前国家代表队的成员，那个出去的状况就会有很明显的不一样。了解。那现在来看到号码布148号体验组的选手，刚刚这位邱艳芳跟杨明满2位选手，好像现在现场状况有些陷入迷茫的状态哦。通常这样子比较毫无头绪的话，我们要怎么样来找，至少给自己一个初步的方向？可以先看大的东西，先去找整一张地图里面最大的东西。比如说，他们目前是在出发区这边是比较像是一个空旷的区块，或者是停车场。是。那还有，赶快先去找刚出去的三角形，就是他们出发的起点。是。那用这种最大的区块跟道路的方向下去做媒合。是。好，可以看到刚刚这位出发精英组的选手，现在正在至少是开始奔跑当中啊，应该是有找到一个明确第一的方向了。当然，我们可能在选手在经过整个所谓的 checkpoint 这个检查点的时候，好像也是要用手上的手卡来去做确认这个触碰的动作。这部分老师可以帮我们大概稍微说明一下。不过现在可以先来看到，现在也是
出发的选手有男子40岁一般组叶少威，以及女子精英组就是号码布121号的选手周宏文哦。那这位精英组的选手老师就是对他的了解程度大概有多少？对他这位选手状况熟悉吗？这个我也不太熟，是对我熟的是比较下一个，是了解，但看状况也是有备而来哦。但看他身上的装备好像还蛮专业的，是。通常这样子，专业组就像刚刚有提到，当然地图一定是每位选手出发前就会领到的。那还有比如说像指北针之外，通常会有哪些其他的东西可以帮助选手在比赛中进行得更加顺利？第一部分是你要有一双适合这一个赛场的跑鞋，是像我们有的时候进山区中长距离，它就必须要一个比较好抓地力的鞋子，或是像软钉、小钉的钉鞋。那第二个就是你有没有一个好配合身体做运动的服装？是，像我们其实出去真的在跑的话，会穿束裤，然后7分裤加护颈。是，护颈也会需要，因为其实你很容易在山里面会去踢到或是去撞到一大堆东西。是，那接着就是刚刚讲的专业的选手手上一定都会有一个东西叫指北针。是，所以连指北针这个也会有，包括像500块到4500块、5000块的不同的形态的指北针，它的精准程度就会有很大的落差。了解。那接着其实还会有更多更复杂的细的东西，比如说有一个东西叫做提示卡套。是，对，那这个就会是很专业的选手才会去携带的。是。那我们刚刚画面上看到这位选手，这就是将手上的手卡在检查点去做确认看不懂哦，就表示说他确实有在经过到达他想要的，他必须经过的点这样子。对啊，是。哇，这是现在看到亲子组的体验组一起出发哦。停车位这边很多车啊。当然后续有精英组跟45岁一般组的周仁爱、李俊祥、许新山跟许晨阳两位选手。哇，这边体验组我们看到号码布140号2位小朋友一起出发，这应该也会是他们非常难得的体验啊。也希望他们今天比赛可以带来一个非常愉快的回忆哦。不过这里130号跟2位137号的小朋友，毕竟现场天气真的是非常炎热。我们刚刚一开始有看到当地气温是32度，我相信体感温度一定更高啦。好，宏泰出现了，是号码布123号男子公开组的李宏泰选手。另外，同时现在画面上也有出现了，包括113号的男子40岁一般组的蔡俊汉选手，跟130号亲子组的胡英倩、易新人以及易德勤选手。可以看到公开组的李宏泰选手现在的确实这个出发看起来行为就跟其他两组的选手比较不太一样。宏泰他也是听障选手，也是我们目前听障培训队的成员。是，那不过他体力非常非常的好，不过在技巧上面我们还会希望他再多加强一点。对，他的读图速度会比较慢。了解。不过其实刚刚在赛前有跟老师稍微聊到这些所谓的听障的选手们，其实反而会有另外一项优势。对，因为其实真的在大型赛事现场，这个区块场地就会有非常非常多的点。不过选手要找的只有你地图上那可能15-20个，是，所以很常在我们快到点之前，你可能会因为旁边有去做电子打卡的动作的声音出来，那就会有人受影响。是对，可是听障选手他们反而不会因为旁边周遭一大堆复杂繁琐的声音让你去受影响。了解。这个赖允权，他也是我们早期定向越野的国家代表队成员。是。那讲到国家代表队，当然老师过去也曾经是国家代表队的选手，也担任过教练哦。可以大概跟我们分享一下，可能出国比赛有没有自己哪些印象比较深刻，或者说有真的看到，毕竟这个也是从国外发展推广传进来的运动，真的在国外发展比较好的地方，他们那里整个定向越野挑战赛，不管是风向或者说比赛的规模，跟我们现在目前国内推广的程度有哪些的差别？我最早被丢出去国外是2006年的时候，那我们去的就是这个运动的发源国是瑞典，是。那同时也跟着去到周边
几个北欧的国家。了解。那现在先看到这画面上，现在出发的也是男子精英组的选手，号码布116号的庄永志选手。庄永志选手在几乎没有在准备区耗费太多的时间哦，对，他就直接就可以冲出去了。是，因为看好方向，其实低点的方位很快就可以抓到。了解。那通常地图上会有哪些资讯？当然，除了一些检查点位路线之外，比如说我印象中也有所谓的，比如可能一些什么，有哪些的标示会是跑者们需要特别去注意、特别去小心的地方，这样子。其实是对选手对这张地图的敏锐度。是，今天我们在画这张定向图，它上面会有几个跟一般民众看到的图不一样的地方是，第一个是它没有任何的文字，是，所以我们能用的东西就是用所有的颜色跟符号下去呈现你眼前所有看得到的地形特征。是，所以你有办法用这样子2D、3D 转换的概念，你对地形特征的敏锐度跟对图的敏锐度有多高？所以你看到图可以把它转换成现场的景，或是你看到景能把它转换成你自己手上的图。你这种结合越快，联想的越快的情况下，你越容易找到自己在哪里，那我要去什么地方。是，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可以从经验下去做升等的。是，如果你今天看到这个东西，你会知道它是什么样的地形。是。好，那刚刚也看到选手也是非常大方的向镜头挥手。刚刚是第128号的吴宇珍选手，那这边也是帮这位选手加油啊！好，今天压轴是，这是我今天大胆预测的第1名。好，就是我们118号男子精英组的选手蔡鹏宪哦。那老师这边会大胆预测他之所以能够夺冠的关键地方会在哪里呢？因为他已经是台湾这几年的都保持在前2、前3名的男子精英组的选手。是，对，那本身他的体能跟技术也都还保持在一个很高水平的情况。是。那就像老师刚刚也有提到所谓的技巧，当然刚刚赵老师讲了，你要在第一时间把地图上的资讯，等于我是不是好像选手必须要具备一定的，你要有在脑海中绘制自己的一份地图的这样子的能力哦。那通常这样子的话，平常要用什么样的训练方法可以来去培养这样子的能力？第一个是如果你在已经有图的地方，你就可以拿旧图、旧的赛程下去做模拟。是。那另外一个是我们也会自己去看地图上国外的赛事。那国外赛事很多现在的选手都会在做赛事活动的时候也带上 GoPro。哦。对，就可以去。那他们在制作 YouTube 的影片的时候，也会把它转成同时有图，同时有赛程，同时有他现场跑过的情况。是。好，那刚刚老师有提到我们在前面画面上刚出发的精英组选手男子组的蔡鹏宪他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哦。他在先前在今年2025年5月初的时候，有到日本名古屋举办的比赛，也是所谓的跟上高原杜鹃花节定向越野锦标赛，当时是代表我们台湾出国比赛拿下了金牌哦，能力确实非常的厉害哦。是，然后这边看到这位选手，他现在。好，这个选手就手上就多带了一个我刚刚有讲到的提示卡套。对，就像这样子的提示卡套是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好，那提示卡这个东西是在定向越里面的一个小系统。是。那它会去精准的告诉你，今天你的这个检查点，它放在这个圆圈正中心的那一个地形特征的什么方位角上。是。它是一个很简单的象形符号加方位的设定。是。对，不过对金属选手来讲，他们一定要读懂这个东西，是会让你去找点的时候比较顺利。是。所以如果今天不是选手的话，他可能这些东西他也看不懂。那选手因为在跑点的时候会有所谓折图的动作，我会把图折成在我要跑的这几个附近的赛段上面。是。所以在折图的过程中，
原本附在地图上的提示卡就会被你折到不知道什么位置去，是，所以就会有多了一个新的装备，叫做提示卡套，让选手可以直接翻开他的手去看他接下来跑的点的资讯。比如说这个检查点，它的号码是45号，是，然后它是你要找的第2个点，是，它是放在大石头的北方，这些资讯都会在提示卡上面去呈现出来。是，所以会看提示卡跟多了这个提示卡套会对选手有一定程度上的帮助。是，好像选手其实大家各位观众朋友，如果看画面上这些选手在拿地图的时候啊，这里相当可爱。这个怎么会是在？这可能就是老师有提到你比赛中会受到外界干扰的一个部分哦。这个小朋友当然来参加这个比赛，路上也是有很多好玩，对他来说非常好玩、新奇、有趣的地方啦。我们之前在动物园办过定向。哇，那然后也是亲子组的话，动物园定向应该会更多的干扰，会有很困难，因为小朋友都在看动物，是没有专心到找点的概念。对，那刚刚那个亲子组妹妹相当可爱哦，在路边摘了一朵花，哇，这带回家也是一个相当不错的纪念。那像通常这个所谓的检查点位，通常都会在安排什么样的地方？因为其实好像也会是需要附近有一些比较明显的特征，是吗？对，像我们今天定向越野不是真的在找那一个橘色的旗帜，而是在教你去辨识所谓的地形特征。那我们要讲到可以放点的这个位置，其实就又牵扯到图的形成。是，像我们绘图来讲，绘图它把整张图分成3个区块。是，第一个叫做点状特征，是，比如说一棵大树、一颗大石头，或是一个消防栓等等的，它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是，那像这样子的独立个体，它都可以成为我们要放点的东西，放点的位置，它这就是一个地形特征。另外一个东西叫做第2个部分是线状特征，是，比如说一个栅栏、一排的灌木丛，或是一条路、一条河流，这些都是所谓的线状特征。那线状特征它可以放点的位置是在这个线状特征的2端尽头，是，或者是它有转弯，或是跟其他线状特征交汇的地方。好，这是第2个。是，那最后一个叫做面状特征，比如说像我们现在看到画面里面的一整片草原的边边角角，或是一整片树林的咔咔角，是，对，这几个就是所谓面状特征可以放点的位置。那包括像建筑物的某一个转角的外围，某一个转角的内侧，这些都是面状特征可以放点的地方。是。哇，那现在通过空拍画面可以看到，我们这次比赛场地真的天气非常的好哦。啊，这选手是卖力、非常奋力的向前冲刺当中，是102号的谢明达选手。啊，另外我们现在HubSports 的运动频道的聊天室，这里有位观众朋友马金也有留言哦，说最强奶爸彭宪加油！对，也欢迎不管是你是选手的亲友团也好，或者说您是对这项定向越野这项运动非常有兴趣的观众朋友，都欢迎来加入我们的直播平台，有 HubSports 的体育运动频道，以及动资的官方 YouTube 频道，还有中华民国国际体育发展协会的脸书粉丝专页，欢迎大家一起来收看，也一起来为这些选手们加油。那当然，如果你有看出兴趣的话，下次一起来加入这样的运动，也会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哦。刚刚顺便提一下，那个有留言的马金燕，他是目前是台湾的大学生，是他在6月7号由中华民国定向越野协会举办的大专杯赛事里面拿下公开组的金牌。哦，对，所以他也是目前台湾在精英选手组这边成绩蛮好的选手。了解。果然也是选手会关注这项赛事哦。我们刚好自己都会看一下。是。哇，那这边透过空拍画面可以看到，当然因为现在这是在露营区的比赛的部分，那可能因为像先前我们包括在先前才刚举办完的双北世壮运当中，也有所谓的定向越野这项赛事，但那个比赛好像就是设定是在整个城市的街道当中进行。对，我们的短距离是在国父纪念馆的北城区，就是刚好是信义计划区百货区的那一块。对，那短距离刚好因为有在可能会过马路的区块，所以它又额外多了一些不同的设定，比如说
哪一条马路的哪个区块是你可以做穿越的，是这些都是有额外性的规定在上面。是。那想问老师，通常这样子可能像，毕竟现在我们看到画面上，当然这个龙门露营区，它就是真的专属一块，等于是一个专门的场地用来作为这次的比赛使用。那跟所谓的城市街道的比赛，这选手他们如果在这方面的适应跟转换，会有哪些要去更加注意调整的地方？这样子。在户外的场域里面，像龙门这一块，其实相对来讲，它的地形特征其实没有到那么多，是，所以它可能要做到大草皮的穿越或是路线选择会比较少，其实就是可能会是在体力上面的要求会再高一点。了解。那如果是今天是在城区，尤其像信义计划区这样子，很多建筑物在的区块，它其实路跟建筑物非常多，你其实只要算好那个不同的 block。或是你只要知道自己应该要在哪一条十字路口去做选择，其实城区的赛事相对来讲会没那么困难。是，所以他们那个检查点位在城市区的赛事，它也可能会是在路面上这样子，对，并不会设在比如说要一些跑酷能力才能到的地方。也可能会有，只是像定向越野这个运动，毕竟它都叫做越野了，是，所以它有一个最基础的规定就是。这个运动不进室内了解。对，所以我们不会是在你必须要穿越到建筑里面的这个情形。是，哇，这边可以看到亲自组的选手刚刚经过的时候，也是对镜头挥手也希望他们可以继续顺利的找到要通过的检查点位哦。哇，这边小朋友看起来有一点点是陷入了僵局。这时候坐在旁边石头稍微休息一下也是非常合理的选择哦。他是双人手，他另外一个伙伴不知道跑哪里去了。那像老师通常这样子，当然这是毕竟是推广部分，一般的市民跑者这边可以看到是140号的许新山许晨阳选手。或者是那如果是通常像正式比赛的话，如果真的有选手是当下比如说陷入了一些困境的话，通常就是会真的停下来，就是好好的来去思考一下到底下一个点位或者说下一个路线要来怎么进行。好，一样也是用经验下去做传达。今天你有教练教过你，或者是你今天有遇过这个情况，你就会知道下一次犯到一样的错误的时候，你应该需要怎么去做更正，去做修正。是对。那当你今天已经不知道自己在哪里迷路的时候，我们会给选手的一个方法是，你先退回上一个你可以确定的地方，是，比如说上一个检查点，上一个你知道自己在哪里的地方，是。像通常在跑定向，不应该会有你不知道自己在哪里的情况发生，毕竟你都是一个检查点接着一个检查点下去移动前进的，怎么会是跑到一个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哪里的情况发生？这是不合理的。是。那讲到必须要知道自己现在是在哪个地方，在地图上哪个位置哦。其实刚刚大家如果画面上看到，好像选手在拿地图的时候，也是会利用一些方法来辅助来确认自己的所在位置哦。那这边就会再提到定向越野有一个最基础的技巧，是叫做政治地图。是，政治地图不是我们想的那个斗争的那个政治，而是正确的正，然后放置的置。是。那这个技巧是在让你去做到这个动作，是你要跟你地图看的方向是一样的。你今天看这个方向，你地图拿的方向就要跟你看的方向是相同的。是。所以人会往你决定的这个方向走，所以图要跟着你自己下去做旋转。是。那我们这个技巧在教过之前，很多人是不知道地图是可以做旋转的这个动作。是。那相对的，我之前也有提到说，定向越野地图里面是不会有任何文字的，所以这个东西就可以做到全世界的公平。是。而且也会做到统一。你其实只要认上面你所学的颜色跟符号，你只要学过一次，你记起来之后，你到不管哪个国家看到的定向图，你都可以用你学过的这个东西下去做判断。它不会因为你在台湾学的、你在美国学的，或是你在欧洲学的，会有不同的情况。好，所以学会政治地图之后，你理论上就应该要知道你看的地图方向跟你现在在的地方是哪里。了解。哇，这边看到这位136号的妹妹应该是累了哦。
而且他刚刚摘的花还拿在手上哦，很执着。对，非常的可爱的画面哦。但这也是在推广组赛这些亲子组会比较看到的一些比较可爱的状况啦。那透过画面，现在也可以看到，通常现在可能到比较多树林区这些位置哦，通常这样子会是说，比如说比赛它自己会是进行到哪些阶段？就是说它整个检查点位跟路线会随着它的进行的阶段难度会有所谓的提升，或者说怎样的调整？不会，是对。今天赛程设计它有可能不管是在前中段或是后段，都有可能会因为场地地域的关系去设计，所以不会说到前段比较难，或是后段比较难。是对。那今天一个好的赛程设计，通常在它整个赛程里面会有2个检查点的这个赛段是拉一个很长距离的，是因为你2个很长距离的点，你就会有很多需要判断的区块，是你要去做很多路线选择的地方。那这样子的长赛段就可以让选手去很清楚的分出他的优胜劣败。是，哇，这边透过空拍画面看起来，当地现在这里真的是碧海蓝天啊，天气非常的好。刚刚可以看到这个气温是32度哦。那当然，我们也可以这边还是再次提醒各位观众朋友，可以透过我们中华民国国际体育发展协会的脸书粉丝专页，还有 HubSports 的 YT 频道跟动资 Sports 的 YT 频道，或者是台数科的 A1 频道，在这些平台上面都可以来看到我们这一次精神耀龙门定向越野挑战赛的比赛转播。也欢迎，不管你是没有参赛的选手，或者是有参赛这些选手的亲朋好友，或者是你是对这项定向越野挑战赛有兴趣的朋友们，都可以透过这些直播平台来关注这项赛事哦。那刚刚其实也有提到，就是所谓的技巧，但所谓的你地图要正治，那想问老师，还有哪些技巧或是选手会必须要注意，或者说你真的是要去磨练那些技巧，才能够帮助你在这项赛事上中能够有比较好的表现的部分？进阶到比较后期的选手，他要学会的一个东西叫做简化地图，因为其实地图上它会把比较重要的地形特征完整的去呈现出来。那这整张地图就会有非常多的东西，颜色跟符号都在地图上面。是。那可是实际上，今天选手要去做跑点的这个动作，他其实不用看那么多东西，是。他实际要去的只有他必须要看的东西就好。所以，比如说，我会经过很多条道路十字路口的路线选择，我其实都可以忽略掉，因为我只要认得我最后面那一个就好。是，或是今天我要看的是那一颗大石头，那往前的其他的一些不重要的，比如说等高线的资讯等等，那些其实是不会有帮助到你的地方，你都可以应该要去忽略掉。是，你看那么多东西，实际上都只是在增加你读图的困扰。了解。那加上你为了要一直确认这些图的位置、图的东西，你只要看一次图，它就会让你的时间增加，会让你的体力也持续消耗掉，因为你要花费很多精神力在专注在读这个图上面。所以你有没有去做到简化读图的这个动作，会帮助你成为更好的选手。是。那刚刚画面上也有看到选手有顺利的通过检查点，但也是非常的兴奋啊。那各位观众朋友，如果刚刚也可以注意到，选手们在通过检查点的时候会将手上的手卡去做确认来做感应哦。那老师通常，当然我们刚刚看到是一般的体验组跑者，那如果说是真的精英等级，就是比如说甚至要外国或者是整个出国比赛的台湾顶级的选手们，光是这样子刚刚做一个打卡确认的动作，有没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小 paper 或是一些药理，可以帮助他们不管是争取到多一点点的时间提升也好，有这样子的动作？有，就不过也是经验谈，就是今天在做打卡的这个动作，目前全世界有认可的定向电子器材有2套，那我们目前看到的在赛事里面这一套叫做 Sport iDay， 是，那它是目前大部分赛事都用的这套系统。那今天在这场活动里面用的这个东西是 P 卡，是，就是 Punch 卡，不过它是做成卡片式的，是，那它有一定的读取的范围，是，就像我们在刷悠游卡一样，如果今天悠游卡它是去读到不同的感应的区块，它是读不到的。所以你要先很清楚的知道说，今天这个卡它卡
卡在哪个位置的时候会比较容易读取到。那或者是我们其实在 Sport Ident 它的前面几代用的是一个东西叫做指卡，它是实际上戴在手指头上面，大概这么长的这样子的东西。那它在做打卡的动作，还有包括你今天那一个代数的好坏、新旧，都会影响到感应的速度。是。那指卡是大概就是整个手指两个指节大小，对，就这么大。了解。两个我的大小。是。那当然去做打卡的这个动作也会有一个惯性。今天你有没有办法很顺利的去做打卡的这个动作？你一个点省1秒，你今天有20个点，你就快了20秒。是。那其实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这20秒没有多大的差别，可是今天在真的正式的赛事上面，第1名跟第2名可能差距就是1-2秒的事情而已。是。那会发生过可能2位选手要同时去争打卡的这个状况？会。那我们今天在教学的时候，我们就会问你说，那遇到有人同时跟你要去抢那个打卡的点，你要怎么办？那我们在教学生的时候，学生都会讲说，让他先打，不要跟他争。可是我们就会跟他教说，你现在在比赛，去跟他抢，是，你可能就差这1秒，你是输他了。那这样子抢就是单纯不管是看速度，或者说你整个身形的卡位这样子的部分了嘛？是。那可是像国外在一些比较大型的点，或是比较多人会去同时共用的那个点，他们会同时放很多个打卡器，不会就只有一个。了解。那比如说，如果选手他可能，当然他在地图上的判断或是他个人的决策有一些小失误，变成他跑到了不是属于他的点位，但是他还是做了打卡这个部分。是这样子的话，会对他的成绩有所影响，还是只是纯粹他就是浪费了他的时间这样子？对，不会有影响。是如果他后续有再去做，去把它完成的动作的话，这个所谓的错误就不会有影响，只是因为他打错。花了这个时间还心要会影响到他的成绩。那我们都会在教学的时候跟学生说，今天电脑是一个很笨的东西，是它很呆，它只会单纯的去认0跟1，是，所以它1下面它要看到2，2下面看到3。所以今天假设我打了1、2、4、5，我才发现，我3没打到，我只要回去补3就好。那3之后呢？我要再回去补4，因为它3下面要看到4，所以你刚刚打的1、2、4、5，它那个4跟5，它会当做不知道，等于是是，对，就等于是额外多打的。不过你多打了这2个点的时间，你已经浪费掉了。是。所以当然最好的情况下是你不要有犯这样子的错误。那你会犯这样的错误，一方面是你没有仔细看你的赛程，不然怎么会是1、2会跳到4跟5去？那另外一个部分是你可能根本就没有在你的这个赛段上面。是。刚刚其实可以看到有选手在打完卡之后，真的看起来是相当的疲惫，在撑着膝盖喘气的部分哦。那这边确实可能现场的天气这样子炎热的天气，应该也会是对选手的体能来说是一大考验哦。那这边但其实从整个画面上看起来，想问老师，像这种出发的选手在身上是可以带一些所谓的补给的物品的嘛？比如是水啊，或是一些补给的营养品之类的。可以，它这个东西不会是我们限制的一个项目。是。对，不过通常选手不会带。因为你在跑比赛的过程中，你其实已经要很专注的在这个赛事上面，你身上多带的任何一点重量都会是累赘。是。我们当然也有选手是自己想要像越野跑或是像一般路跑一样，他们背软水袋，或是背水袋在身上，等等的。可是你会发现出去之后，包括你就算多穿了一件衣服，它都是累赘。那我们今天在定向越野赛事上面，如果今天的赛事长度达到某一个层级的要求的情况，或者是今天这个赛场它是比较多爬升，像山岭场地这样子的地方，我们就会在可能比较多选手组别会经过的某个位置上设置一个水站。对，会让选手自己可以自由选择说我要不要过去做喝水这个补给的动作。那通常是大概到多少距离以上才会有设置这样子的水站补给的？我们过去的经验是5K。是。如果今天你的赛事长度有超过5K 的话，或者是今天它的
赛事区块是在比较靠山区、比较多爬升的地方，比如说台北这个区块的话，就是像四手山是这样子的地方，我们就会想办法去设一个水站在选手会经过的地方。了解。那当然可以从老师的资历知道，老师其实也是有担任过整个定向越野比赛的裁判的部分。那通常因为我们现在就目前到现在来看，画面上好像是比较少看所谓的裁判在这个定向越野比赛当中，大概是会在什么样的地方、什么样的时候来去扮演好裁判这个角色这样子。其实如果说要论裁判的工作的话，它分很多个组别的不同的执掌范围。是。那当然。最上面的那一个位置，在一个赛事里面叫做裁判长，他负责去统筹所有各组的所有的分工事情项目。是。那往下的话，就还会有一个，比如说第一个是，他有一个赛程设计者，赛程设计组，再是赛务组这边。是。然后像我们从一开始看到出去这边，就是准备出发区组别的工作人员。然后出发完之后是整个地图范围内所有要去放点的这个赛场组。是。那这个组别他们就要负责去做布点的动作，去做巡点的动作，甚至包含去做试跑的动作。是。好，那接着最下面，在后面就是他们选手回来了，会有一个终点组。是。终点组负责回收地图，回收一些相关的物资。是。或者是今天要做补给，然后引导选手到下一个组别，叫做成绩处理组。是。那成绩处理组要去确认选手成绩是不是有问题，然后最后还有一个颁奖典礼组。哦，对，所以其实裁判工作也分得蛮细的。对，那真的对，要让一个赛事圆满的进行到完成，真的是需要大家的分工合作。那老师刚刚有提到所谓会一些释放点位啊，甚至叫试跑。那通常这一个比赛的地图，就是说，当然地区选择这是一个考量之一，或者说整个地图的范围，你们要去怎么样来规定制定这个路线？通常会是这边画面上现在看到就是这位精英跑者背号118号的选手这里哇看得出来，确实跑起来跟其他一般市民跑者确实比较有点不一样。对，整个感觉比较不一样，很精准的，然后很确认他自己要做什么事。对，这位蔡鹏健选手刚刚非常明确的在持续冲刺当中，那现在在这里的检查点位，刚刚应该也是顺利打卡确认没有问题好，这个是允直，是，他是刚刚赖允泉的哥哥然后也是因为允泉他持续在玩定向越野这个运动，然后把他哥哥跟嫂子也推坑进来。对，那所谓推坑这个部分可能不管可能有些没参加过，但现在或许正在透过我们的直播平台来收看的观众朋友，这边我们赛比子杰老师有没有想要来跟大家推广一下，要怎样？就是如果说你要来，就像刚刚讲了，推坑大家来接触这项运动的话，你会怎么跟他们讲说这项定向越野挑战赛有哪些魅力是真的让大家可以好好来尝试的地方？定向越野这个运动跟以往大家所听过或接触过的所有运动都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它第一个没有年龄的限制，是，所以今天你不管是6岁的小朋友，或是90岁的阿嬷，你都可以是选手，是，你永远可以找到属于你适合你自己参加的组别，是，你不用像篮球、田径，我们今天40岁的我还要出去跟25岁、21岁的年轻人去比拼我就是吃亏，因为我就没体力。可是定向也不会有这个问题，而且你当然你自己想要挑战更高组别，你可以去下去跑精英选手组，你90岁你都可以去跑精英选手组的组，这样子。好，第二个就是这个运动跟其他运动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它没有场地的限制，是，甚至每一场都长得不一样。是，所以我们不会说今天你永远都是在那一个球场、那一个操场，你才可以办比赛。是，那这个运动就是差别最大的地方，就是这里，你可能因为你参加的不同的赛事，你会到一些你可能平常都不可能会去的地方。是，你可能会是像我们今天世壮运短距离在百货公司周边下去跑比赛，你也不可能去想到说我们会在101旁边去跑比赛。那有可能今天是在一个露营区，它是一个大型的森林公园的感觉，是，或者是今天像我们世壮运，它是在碧山露营场旁边的山区。了
解。那其实可以刚刚看到画面上，应该这个118号的蔡鹏胜选手，照他这样刚刚打完那个卡就停下来，所以那边应该就是一个最后的终点。它是终点。对，那也真的是恭喜刚刚有几位都已经陆续抵达终点的选手。这个也是要回来的。是这个号码布126号的履历新选手，女子公开组的履历新选手。哇，那这边也是恭喜完赛哦。哇，这里小朋友们136号亲子组，他是那个小花，对，刚刚路上非常兴奋摘了一朵小花的小妹妹的选手，这里刚刚也一度是要妈妈来背她的哦。这组吴怡倩、易诗人跟易德勤选手，现在也是看来是要即将来到整个这场比赛的尾声，要有望来完赛哦。好，现在是自己走了，非常好，靠着自己的力量来努力来完成这场比赛。快进终点了，快进终点了。对，看起来真的好累啊。是。好，这边现在选手们感觉是陆续都有找到应该走的路线跟打卡的点位哦。那当然，老师其实在推广这样赛事也很久了，可能大概可以跟我们稍微分享一下，目前整个台湾，比如说有哪些在主要举办赛事啊，或者说哪些协会，或者说如果真的是想要参加这些比赛的话，大家可以去从哪边来得知这些资讯？目前台湾北部资源还是相对多一点啊。是。那台湾其实蛮多县市都有自己的体育总会下面挂附属的定向越野委员会或是协会。是。那比如说像算一算，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台中、彰化、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花莲都有。哦。啊，外岛的话，澎湖、金门也都有。所以其实各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委员会。那理论上在挂在体育总会上面的委员会，理论上他们都应该会去被赋予要求，每一年要办2场赛事。是理论上啊。那当然是不是每个县市都有这样子被要求去执行的话，就看那个县市的委员会有没有真的下去做这件事情。了解。对，那其他的部分，其实这个委员会它是属于比较公单位的部分，那当然他们可能因为这个身份的关系，没有办法去做到很多的推广性活动。了解。所以真的想要参加推广性活动，可能要去找一些俱乐部或是工作室。哦，是。对，那北部这边的话，新北这边有一个叫爱台湾定向越野俱乐部。是。那他们每一个月都会有1场的活动可以参加，那就蛮推荐。想要了解定向是什么的，可以去，因为通常我们这样的推广活动都会选在一些比较基础的公园，比如像我们今天宣传影片拍的是在青年公园，是。那像台北228、中央纪念堂、大安森林公园，或是南港公园、花博、新生这些大型的公园，我们都有定向图，其实很容易会是被选在当成活动推广用的场地，是，就很适合一般的市民跑者想要了解什么是定向，下来就可以玩玩看。是。那台北这边还有一个叫做魔神仔，哦，对，它也是一个俱乐部，那他们也基本上每一个月会有1到2场的活动可以参加。那工作室的部分，我自己是在南部，我的工作室叫做成瘾，是，就是选橘色，我们对定向越野跑者都会对橘色这个颜色中毒，所以我的工作室叫做成瘾，就是橙色，了解，然后橙色上瘾，橘色中毒的这个概念。那我目前主要的活动范围都在台南、高雄一带。对，那我们也是尽可能想要去做到1到2个月会有1、2场的活动可以给大家参加。是。那台北这边目前有一个结合去协办中华民国定向越野总会的活动为主的工作室，叫做西门町的町，然后巷弄的巷，是，对，它的取名叫做定向，是，那其实就是跟定向的谐音，或者是你认为町这个字它就是一个在巷弄穿梭的概念，所以你也可以把它想成它是一个在巷弄穿梭的运动俱乐部，一个工作室，是对。那目前台湾最大型的几个赛场是一个叫做探旅新北的活动，是。
那它是每年的5月到8月、9月左右1个月1场，然后去新北市几个比较外部的区块，然后去做到用定向越野的方式呈现的越野活动。是。那每一场次大概都是到600人，它其实是一个很大场的活动。对，它这个是目前定向工作室。那还有一个比较有多活动的是在新竹，叫做超越。对，他们也是一个俱乐部，也都是专门在做定向越野这个运动。对，目前台湾比较大的应该是这几个活动。好，那这边画面上看到这个编号136号的这位亲子组的选手，这位应该易德琴小妹妹，她完赛了。对，而且她手上又多了一朵战利品哦。怎么又有？对，也是非常恭喜这组亲子组的选手们完赛。那这位妹妹也可以带着愉快的回忆跟战利品回家哦。那当然，现在整个目前看到的选手也是陆陆续续都是即将抵达终点哦。那可以看到，现在这位是编号119号的蔡宜章选手，是男子精英组的选手之一。啊，确实，刚刚就目前画面看起来，好像第一名确实就是像精英组的男子组第一名，好像就是像老师赛前所预测的一样哦。不是智障，那个耳朵。哇，这边确实正在寻找点位当中啊。不会，他们体验组或是一般选手是不会是在那种地方。看来这边整个找寻的方向是要再稍微思考一下哦。那像刚刚老师有提到，当然这所谓比赛地点的挑选，当然整个地点是一个考量。那通常这个地图你们会是怎么去绘制来决定出它要就是呈现整个比赛的走向这样子？图的部分它其实有国际定向总会的规范，所以今天不是说你比如说你现在看到的这个墙。这个石墙是我们今天认定它是石墙，它就有一定的画法，不是说你想要怎么画就怎么画。哦，所以其实画出来的东西，当然第一个你要自己看得懂，是你自己知道你在画什么。那第二个就是选手要知道你在画什么。哦，是。所以它就有这个最基础的规范在。是。那选场地的部分，一个是我们自己用我们自己曾经作为跑者下去斟酌，今天这个赛场这个区块画出来。它的路线选择会不会很多？会不会好玩？它的地形特征够不够多？这是其中一个考量点。是。第二个是这个赛场它的意义，比如说像今天选在龙门露营区这个区块，它是有赋予到什么样的附加价值？那像我在南部这边做，我们选的区块都会是比较结合在地的地方历史文化的推广，是想要去做到城市导览的这一块。哦，对，或者像我们曾经做过比较多协会做的赛场选择，有一部分之前有一段时间很常去中信新村，是。对，那中信新村那边的话，它就是一个眷村文化盖起来的区块，那边就会的特色就是很乱，因为都长一样，是路也很像，然后房子也很像，那就会变成它会让选手有一点困惑、迷惑感那样子的区块，或者像我们选择，我们画了一个我自己觉得很棒的城区图，是叫9份。哦，对，9份的感觉，也就是它很复杂。今天我随便拉2个点，它就必须要做很多很多的路线规划，或是必须要很仔细的去确认这些地形特征。了解。那看来整个透过定向越野的挑战来好好认识一座城市，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种方式之一哦，真的。所以，有在收看我们直播的观众朋友们，如果真的对这项运动有兴趣的话，真的也可以稍微去找寻。像我们刚刚子杰老师就有提到很多，现在其实台湾很多地方都有在推广这项运动，欢迎去搜寻相关资讯。那或许你在第一次尝试之后，就能够体验到这项运动的魅力。而且老师刚刚也提到，这个运动其实并没有太多的限制，你不管是要到不管是您的年纪，或者说您的身体状况考量，当然你要有一定的体力才能够好好的完赛啦。但就是说限制上面确实是比较少。那搞不好你没有尝试过，但你一尝试，或许你就是定向越野的好手也不一定哦。好，这里看到女子45岁一般组108号的郭玉伦选手，这边也是顺利打卡完成，恭喜完赛哦。刚刚在打卡的时候，这边朋友还帮他拍照。
稍微留一下这个 ending pose， 也是恭喜完赛。那也想请问老师，通常这种，比如说像这块龙门露营区这样子大小的地图，可能就像刚刚我们可以看到精英组的选手，这个蔡鹏宪选手，或是这些比较稍微有经验的跑者来跑的话，通常这样子的完赛时间，通常会落在什么样的时间区块范围当中？今天我是以这张图，它是一个大型公园的方式，然后加上它是一个短距离，所以其实今天拉出来男子精英组，我记得我看的赛程是3.5K， 是，所以选手其实应该要在15到18分以内，第一名就要出来的。了解。所以如果今天等下去看，蔡鹏宪如果没有在这个时间内完成，就代表他老了，就是毕竟现在是一个有小孩的爸爸了，是，对，所以可能比较多心思是在工作跟照顾小孩的上面，已经比较疏于练习。对，那等一下可能最后成绩揭晓的时候，大家也可以一下好好关注一下哦。哇，那像现在这个状况，这位选手可能周宏文选手会是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呢？刚刚感觉好像对于有点小迷路。对。这里的话，老师，如果是您遇到这种状况，大概通常会要怎么样才能够去更快速的解决？刚刚，因为他刚刚确实好像有左顾右盼了一下，不知道。如果就选手来讲啦，当然有一个比较常犯的东西叫做平行错误，是，就是今天他以为他在这条路上，可是实际上他在隔壁的那条路上，是。因为他今天看起来是不知道自己应该是在要往左还是往右，可是他是很明确的跑在这条道路上。了解。那讲到所谓选手比较常犯的错误，刚刚老师提到的是平行错误，那还有哪些错误会是可能一般选手参赛的时候会比较容易发生的？那又该怎么样去避免？今天大部分选手会犯错的情况会落在前3个点跟后3个点。是，前3个点是因为一出去，然后紧张，加上你靠近出发区，所以你会觉得好像很多人在看你，你想要表现得好一点，所以出去的时候就会没有看清楚地图就瞎跑瞎冲。是，那你前面的第1个点、第2点没有很顺利的找完，你就会越紧张。是，对，所以我们会教选手，你在前3后3的时候要稳，你先求稳。先把前3个点稳稳的跑好之后，你后面的信心就会增加，你中间的部分就会很稳定的去完成。是，那后3个点是因为你快回到终点了，是你自己在给自己太大的压力，然后你会太兴奋，所以后面3个点也很容易会犯错。是，比如说像刚刚那个蔡鹏宪选手，他就在一场去年的探女新北的某一场，他那一场最后2个点，他是比如说是25、26，然后 finish， 可是他是25直接冲回去 finish。哦，20而且有20，可是26是在你25到 finish 中间的路上而已，你其实就应该会打到这个点。是。那他那一场其实赢了第2名，快30分钟，哇，赢超多，可是就只是因为这个很小的错误，他忽略掉了，然后就没有拿到成绩，甚至还是失格的情况。了解。就像刚刚画面上有位选手，应该是不知道自己对，结果要想要来做打卡点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已经来到终点了。那很明显，他应该是还没有要到终点的阶段。好，那其实你看，像我们刚刚已经看很多，这个可能是每一个组别终点前的最后一个点，它是在那一个10强的尽头比较隐秘的地方，可是很多选手都是往建筑物的地方靠过去，那当然他可能就没有办法那么快的找到这一个检查点是真正在的位置。那其实他还有包括像刚刚这个选手，他回到终点了，却不知道自己在终点，因为那个问题也很大，因为终点的位置是在一个很明显道路的尽头，是，可是他要找的这个点却是在刚刚讲的10强跟茂密植物丛交汇的地方，那其实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检查点的特征。是，应该感觉这样子听起来，除了终点之外，这些其他检查点都会在一个，比如说稍微比较，就是不会像终点这么容易看到的一个这么明显的目标。相对来讲是，对，因为终点它也有在赛事
赛事规定上面的要求，是它会需要在一个尽可能是一个跑者可以往前冲的直线道路上面，因为选手会冲刺，是要冲终点嘛，所以他必须得让选手跑完后面还有一段可以缓冲的距离，所以终点通常不会选在比如说像楼梯这样子的地方，或者像他跑到终点后面，它就可能是一个没有路的地方，或是建筑物，或是崖这样子的地区。是，对，它通常会是一个比较开阔的线性特征上面。了解。那当然，老师也是有担任教练的部分哦。通常您训练一名选手，假设今天这位，比如说我完全没有碰过定向越野，我今天想要跟老师来好好学习，想要来参加，开始挑战这项运动的话，老师通常这样子训练会从什么样的地方来开始教我来带起这样子？我自己会是希望你可以先上一点室内课程，是因为像我们刚刚讲到很多定向越野的东西，这些基础都会是在室内课程。可以用文字或是图像的东西先告诉你，是。那后面你可以学到多快，就是我会觉得是选手自己有没有多花多少时间跟努力。了解。因为有的人对图这件事情的敏锐度很高，是他学完，比如说我今天讲完地图的6色、地图的特征物符号，他可以教完一次、学过一次之后，他就可以马上记起来。是，下次见面我再问他，就可以马上回答出来这些东西。可是同样的这些资讯，我在带不同的学生的时候，就会有学生你教了2次、3次，他连最基础的地图6色都还是讲不出来。是，那这个就，当然他可能对图这件事情没有那么敏感。了解。那刚刚看到在终点前，看来又是有一组选手有点跑错喽。体验组140号的许金山跟许晨阳2位小弟弟。宏泰，那现在看到123号的李宏泰，结果也是原本以为要抵达终点，后来发现对哦，这时候再急忙回头去应该就是要去 check 上一个终点前的上一个点位哦。但像观念的建立之外，通常老师如果比如说，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哇，刚真的选手，你如果整趟都是几乎是100%在冲刺的话，这个对体能的需求也是有一定的消耗哦。那通常我们可能这样练习的话，当然，跑步是一定的嘛，可能会有哪些训练方式来让你的身体的状况更加的适合来参加这个定向越野挑战赛？其实我们早期会带的是希望你是练长跑的选手，因为我们早期是认定这是一个需要一直跑的运动，是，所以如果你可以有长跑的背景，你可能可以持续在不停的情况下跑这30分钟。了解。可是后来发现，不对，你只会跑没有用。对，所以然后接着，其实在整个定向的过程中，其实你会发现它是7成的短距离冲刺，加上3成的长距离的慢跑移动。是，所以其实我们真的在定向上面的体能要求，它要的是间歇。是，所以我们后来才开始慢慢的转选手练习的情况。反而间歇它应该是要占比较大部分的训练状况。了解。对，那长距离的体能就是你自己要想办法去做维持。可实际上，我自己的教法比较不一样啦。是。对，我之前也有跟不同的教练有过争执，因为我的教法是，我希望选手不要快，而是稳。了解。你能稳定的在每一个找点的过程中都没有犯错，你这样子每一个点你可能慢其他选手5秒，是。可是20个点你慢下来是5、20、100秒，是大概1分半多一点。可是一个选手他不稳，他前面每一个点都很快，可是他因为不稳的情况，你因为像这样子迷路，你 lost 掉一个点，你所花的时间会超过这1分半。了解。所以你与其真的要一直冲一直跑，你倒不如每一点都稳。如果你今天一个赛事上面每一个检查点，每一段的赛段你都没有出错，那除了同样都跟你没有出错的另外一个选手，那他的体能比你好，跑比较快以外，其实你就已经可以赢很多人了。了解。那因为这件事情跟其他教练闹得不愉快，他们会觉得说，你怎么可以教选手慢慢跑？对，他们会觉得，毕竟这还是一个竞技项目，我们就是在比谁快，那你怎么会教选手慢慢来？对。所以我会希望，在你
你的程度还没有上来之前，你只会一味的求快没有用。是，因为今天比如说像洪泰，是他体能非常好，可是你看像刚刚最后这个冲终点的情况，他冲过来以后才发现他不应该出现在这里。了解。那即便是我下去跑，我都可以跟你说，我慢慢来，我都可以跑赢他。是对，因为这张图对我来讲，它是一个完全零难度的赛场跟赛程。了解。对，我今天在找每一个点，我不会多花任何1分时间跟心力去找这些点，我可以正确性的确实达成，来去取代说，来去超越一些比较速度跑动速度比较快的选手这个部分。当然啦，今天进展到最后，大家的技术都上来的时候，当然比的还是会是体能，所以到最后的情况，你还是得下去练体能。了解。对，那只是刚好在台湾的目前的现状来讲，我们有体能的，当然占了一些优势，是因为台湾最近的比赛都是没有进到山区，所以在公园校园，你只要有体能，你确实是可以弥补到你犯的那一些小错误，这样子。那当然，最理想的状况是你整个犯错越少，然后体能越好，再能够获得更好的成绩哦。这边可以看到119号蔡宜章选手，这里也顺利完赛了。不过他刚刚也是在经过终点前又有再跑回去，应该是确认上一个点位哦。那刚刚其实可以看到，140号原本有第一时间跑错的2位小弟弟许信山、许晨阳选手也是顺利完赛。那这里看到的是129号的刘秀琴选手，在经过刚刚石墙旁边的打卡点位，现在应该也是要顺利的往终点迈进哦。好，那现在陆续感觉比赛陆续选手也是陆续要来进入到终点的哦。那像现在这种，比如说已经有些选手陆续完赛的情况之下，应该还在比赛的选手，他们会认知到这样的状况，就会说：“哎，怎么好像看到的人越来越少，只剩下自己这种感觉？”照理来讲，应该是要，因为我们在比赛前都会有公告今天在这场活动的设定里面，你的ending time 有多久？是。那我们通常像短距离这样的赛事，我们设定的时间都是60分钟。了解。所以你今天是最后一个出发的，我们抓1个小时之后，其实我就可以，裁判长其实就会跟用可能赖的群组或者是对讲机等等的去告诉赛场人员可以准备收点了。那今天你没有办法完赛，或是你还在迷路的情况下，刚刚讲了一个是你先退回到前一个你可以确认的地方，另外一个就是赶快去你附近，你已经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哪里的情况，你去附近你可以到的一个检查点位置去那边等，是因为在我们裁判结束比赛的时候要回收点，我们就会顺便把你捡回来。你不用担心说你今天假设在山里面你会出不来的问题，可是你不要到处去瞎逛，然后逛到一个我们也找不到你的地方。是。好，那刚刚后上通过终点的是125号的林俊翰选手，也是恭喜他顺利完赛哦。那以现场这个状况，整个空拍画面看起来，当然整个附近的海边这个风景是相当的漂亮哦，但可以透过刚刚前面一些其他整个赛区上面空拍状况，看来确实整个大家都陆续完赛，因为可以看到拍到正在赛场上面奔跑的人好像是越来越少了哦。那就像老师刚刚提到关于体能跟技术的部分哦，那当然一些技术方面的提升，除了就像刚刚讲的室内课上课之外，比如说我今天想要自己要怎么样来有办法去做实地上的练习，这个整个构图这些思考这些能力的部分。目前台湾你是选手的部分比较难，因为我们要做到实际上的教学的场次比较少。是。那通常大部分目前台湾的训练情况都是以赛代训。是。那但我们也会希望不同的工作室或俱乐部可以有更多的场次，可以让这些选手，因为今天跑完一场比赛，最重要的不是中间的那一段过程，而是在跑完比赛之后的赛后检讨。哦，对，我们检讨出来，比如说刚刚我们几个精英组、男子组的选手，他们在比赛完之后，会把自己的可能他用的，我们早期是自己下去画你自己跑过的赛段、路段，是。那后面的选手他们会用
用 GPS 手表下去直接输出 GPX 的路线轨迹，是，然后直接套用到 LiveLux 或是其他的定位的软体或是 App 上面，了解，直接在电脑上面去做比较。是。然后通常这样赛后检讨就是去看你整个路线的正确度跟这个流畅度。你今天2个点之间你的路线选择，哇，你这个赛段你比我快了5秒，可是我们2个是选一样的路，好，那我就会知道说是你的体能比我好。了解。那如果说今天我们同样的时间，可是我们在这个赛段是选了完全不同的路线，我们也会知道说，哦，那这2个路线选择可能是差不多的。是。那另外一个情况就是，我觉得我这个赛段选得非常好，我也很精确的去执行了，可是我还是输你5秒，那就是你今天选的这个赛段路线选择是真的比较不好。是。你刚好被赛程设计者骗走了，他故意骗你要选这一条，那你去实际去跑了以后，你才发现回来之后在静止状态下去看你的地图，那又是2个完全不同的情况。是。所以我才会说，赛后的检讨会是真的对选手帮助比较大的地方。了解。所以其实，在绘制地图的这个绘制者，他是会刻意想要骗选手去走比较耗费时间的路线。今天如果你有花时间在所谓的赛场设计上面，你因为一点点的转角的区块放点的位置，它确实就会影响你。因为我们在看赛程的时候，我们在看那个赛段的时候，我们都知道2个点最近的距离是直线连线，所以我们今天在选路的时候，也会变相的被带往距离这一个连线线段最近的那条路下去走。是。那可是实际上，某些赛程设计却是有办法让你引导到你可能看起来选这条路比较近，可实际上跑起来不是的情况。包括今天进到山里面的时候，还会有等高线的问题。是。看起来比较短的这个赛段，你选的这个路段，可是它却要多跑好几条等高线的情况。那我们比如说在中长距离的等高线1条是5公尺，是。其实你今天如果跨了5条、6条，它就等于是多了30公尺的爬升。30公尺是一个很恐怖的爬升距离。哦，是。对，它就是听起来就很累啊。对，它是10层楼，你去想，它就是从1楼爬到10楼的情况。了解。好，那现在这里可以看到画面上148号的参赛者跟147号的参赛者，他们这样子可能在整个比赛到尾声的情况之下，会发生就刚刚的画面看起来，好像是有彼此合作在一起前进。通常当然可能以推广赛事，是不是会比较容易出现这样的状况？对，因为其实今天这个我们把它看成是推广性的赛事嘛，所以其实上面有很多真的在比赛的时候是不会出现的情况。但第一个是不会有选手交流，是对你就算你想要跟别人交流，其他也没空，对对对。好，第二个刚刚有看到，像有些选手是有带手机出现的。是，像这种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是对，真的在比赛的时候，这种东西是不能带出赛的。哦。然后接着就是像出发的时候，你会看到，刚刚应该只有精英选手组的那几个人，他们有做到这件事情，就是出发前是不能看图的。哦。你会看到刚刚很多人是出发之前，他图拿起来就已经在看，我在哪里，我要干嘛，我要怎么跑。可是你会看到像刚刚精英选手组的那几个选手，他们拿完图之后是折起来拿在手上的，他们是等到3、2、1打完卡出发的时候才摊开地图。是对，这个是选手的自知跟可能想要玩这个运动的教育文化，我们必须要教导参与这项赛事的选手要做到这件事情，哪些东西不能带，哪些事情是你要去注意是不能做的或是可以做的等等的。是，那像除了刚刚老师提到这些部分之外，还有哪些可能真的会是一些新手初学者比较容易犯到的一些，就像就是真的在赛场上不能做出的行为的部分？其实如果一般市民跑者第一次接触的话，当然他可能会是在我们的推广体验的场次里面。是。那既然它不是赛事，我们就不会有那么多强硬的要求。哦，了解。对，那只是当然，如果刚好有机会去用到不同的器材的时候，我们会去提醒说有哪些事情是需要做的。是。那可是今天不是比赛，当然我们就会有这个教法，就是既然它不是赛事，就是让你去
尝试各种不同的错误。了解。让你尝试过，你也知道了，当然我会希望你在未来参加正式赛事的时候不要犯错。是，比如说我漏打点，是，或是我没有打起点，没有打终点，这些都是过去曾经发生过的选手遇到的状况。了解。好，像这里112号的吴东颖选手也是顺利打卡，恭喜完赛哦。像刚刚出发的时候，有些选手出去了又回来，是因为他的晶片纸卡没有做清除的动作。哦，了解。因为这个电子器材在你今天使用之前，它不是你自己专属的。是，虽然我们一些真的有在跑外面的选手，我们会有自己的纸卡。是，那个纸卡就是代表我个人在整个定向界里面的身份。是，所以我用那支纸卡，我只要输入我纸卡专属的那个号码进去那个 SPA 店的系统里面，我就可以知道这支纸卡代表的身份，它在世界的认证的赛事场次里面是有跑过哪些赛事，然后有哪些成绩可以去做确认。是，所以那个纸卡我们是可以用个人的名义下去买起来的。了解。那这个今天使用的纸卡是跟总会租借的，所以在使用之前你不会知道它在这之前有多少人用过，所以你要先去做一个动作叫做清除里面所有过去的资料。那我们只有在台湾，这是一个也是要去做教育的部分，是只有在台湾会有这些裁判一而再再而三的去提醒你要清楚，要清楚，要清楚。然后出发的时候也是每1分钟都会有裁判跟你讲，来1点25分，林子杰要准备出发，来要往前1格。可是其实出去国外参加比赛，没有人会理你。是，这些东西、这些资讯都有在公告上面出来。了解。你自己要去看，你自己要去注意几点几分出发，你自己纸卡要不要清楚？这些事情裁判都不会管你。是，你没有清楚，你后来没成绩是你家的事。哦。你超过时间出发，扣你的时间也是你家的事。是。国外真的完全不会理你。是。只是台湾就是一直会很像保姆一样照顾每一个选手。你要做什么？可能大部分现在看到很多赛事是推广为主啦，但还是希望就像老师有讲到，真的是选手能够早。如果说你是真的有想要在挑战更高的成绩，想要来好好的参与这场比赛，不管是自我挑战或是追求更好的成绩也好，一些正确的观念是一些比较必要的。那这边恭喜女子精英组151号的选手，刚刚也是顺利完赛哦。他是这个选手，他是台北市的经理哦。对，那一般民众我们可以参加到台湾举办的最高层级赛事是2年1次的全民运动会。是。那全民运动会跟所谓的全国运动会是间隔1年下去做赛事。是。那全国运动会就是像奥运这样子的情况，我们叫得出来名字的传统运动项目。像我刚刚讲田径、篮球、排球、羽球，这些都是在所谓的奥运。那台湾的话就是全国运。是。那隔1年会是全民运，全民运跟世运是一样的情况。是。我们叫不出来的比较冷门的，或是那种听起来很奇怪的，或是所谓的新式运动，都在所谓的世运里面。是。那台湾的话就是全民运。那全国运、全民运都是选手代表自己的县市出赛。是。那县市当然要求也不一样，有的县市需要去做选拔，有的县市是他们没有办法去做选拔，所以就用征召的方式等等的。那所以民众可以参加最高层级就是这2年1次的全民运动会。是。那全民运是去年在屏东，明年在桃园。是。那在下一届是2028年的在彰化。是。这些场地其实都已经有确认出来了，所以如果今天你想要代表自己的县市出赛，你都可以去询问你自己的县市的这个委员会，或是去体育总会询问看看。比如说台湾每个县市都很缺女生选手。了解。如果你今天是有意愿参加定向的，对跑定向这件事情是不排斥的，都欢迎你去申请看看。你可以成为你自己县市的定向越野代表队的选手。了解。那当然，现在画面上看到的应该就是芙蓉海滩上的整个沙雕的部分哦。现在确实也是要来到沙雕季的季节哦，到时候大家也可以前往当地来好好欣赏一下一些艺术创作者们创作的结晶。
就像老师刚刚也有提到，所谓的当然现在最高层级的比赛就是全运会跟全民运的部分。那还有哪些比赛？比如说会是国内有没有类似，比如说一年一度的类似什么锦标赛之类，或是大家也可以是持续关注，是比较高层级，大家不管是要以观众的身份去欣赏，或者是未来想要有志去挑战的这些赛事，可以注意的。好，如果是正规的赛事的话，每一年中华民国定向越野协会叫做 CTOA， 那他们网站上面是直接去打 CTOA 就可以找到。那每一年其实至少都会有6场左右的正规赛、全国赛。那包含你是不同层级的学生，比如说每年也会有国小定向越野锦标赛，是。那中等学校定向越野锦标赛，那像包含上个礼拜刚办完的大专杯，是这样子的赛事，所以你可以用你选手的身份去、学生的身份去特别参加。那你也不用担心说只有学生可以参加，因为同样在这样子的赛事场合里面，也会开放其他的组别，比如说像公开组这样子的组别，你也可以直接去参赛的。那这个是比较正规的部分。那像金门、马祖，然后像澎湖其实好像就在下个礼拜哦，是对菊岛杯哦，对，澎湖菊岛杯也已经办了几年了。是。那金门自己本身的定向越野协会或是委员会也发展的不错，对他们其实自己也有固定的赛事。那像马祖的话，我们也在南北竿或是大竿、二竿岛，还是我忘记了。是对，反正我有去，可是我只注意到工作，了解，没有注意到在什么地方。那像这些都是其实都有他们自己该县市都已经把它做成一个常态性的赛事了，对啊，也都是1年1次的。哦，确实，就像老师刚刚提到，澎湖的菊岛杯是在6月27号，对，就是下礼拜的时间就要来进行了。但不过报名已经截止了，来不及。各位想要参加的选手们，可能要后面及早来去参加。对，那像刚刚讲到的是国内赛事的部分，那有哪些国际赛会是我们台湾选手比较常去参加，或者说比如把目标就是锁定的像赛事而参与的部分？当然，最主要的就是世界锦标赛、世锦赛。那世锦赛每一年台湾都会派不等，因为有过一男一女，也有过不同的人数是派去参加世锦赛的部分。那亚洲这边的话，每2年会有一次亚洲锦标赛。是。那一样中间间隔的时间叫做亚洲青年锦标赛，亚青。哦，是。对，那目前因为亚青的可能是可看度比较好吧，所以其实即便是在亚锦的情况，也会有亚青的组别。哦，了解。对，那亚洲这边我们其实台湾在2016年有申办过亚洲锦标赛，是我们是主办国。了解。那当然那一年也是，我觉得是可能近20年来台湾的巅峰吧。是因为那个时候在台湾自己办比赛，那台湾自己的选手也是精锐进出啊，我们出了40个选手，哇，真的就是成年的10男10女，然后青少年也10男10女，是一坨，是一坨选手。了解。那时候2006年亚锦赛，我记得老师的资料，当时也是整个赛区布点有去在负责这一块的工作，这样子。对，所以赛区布点组我是负责人，是，所以就是所有的点都是由我去一个一个确认过的。哦，了解。那当下那时候有没有一些，就像你刚刚讲到，那时候可能真的很多人参加，算是台湾整个定向越野蛮兴盛的、很兴盛的一场赛事。那时候有哪些您个人除了这个人数之外，有哪些比较印象深刻的地方吗？第一个跟今天现在会场看到的感觉是一样的，是就是热，因为我们那一年是办在嘉义跟台南。了解，哇，对，所以选的场地是我印象就是走马来。中国农场也是那种热到爆，是。然后新化林场就是台湾目前我自己认定比较前3名栏的困难的山林场地。是。好，那现在选手们哇，真的也是可以看到，当然这个天气跟这个一直跑动的体能消耗真的很大哦，所以其实有时候就算是选手，有可能精英选手也会这样子停下来，真的受不了，是用走的来完成最后的赛事的部分。或者说会比较少见这样子，看他自己的
认真程度吧。哦，是了解。像我就是很有自信，就算我用走的，我都可以赢。哦，了解了解。当然我自己是比较属于那种跑不太动的。了解。因为很多陆陆续续后面出来的选手都是科班出身，是他们就是被他们的跑步的教练、田径的教练直接抓过来，就是去练。哦，所以可能从小或是从他们有成绩的时候，就一直都是跑的选手，然后才转练定向。可是我不是，因为我自己是从小是读书的，就是书呆子起来的。包括我大学也不是学这个，对我只是大学才开始玩这个运动这样子。对，老师确实那时候怎么会去接触到这个运动，然后甚至这样一路逼到比如讲国家队选手，然后后续教练这样子的成绩这样子。一部分是我当时读的科系我是没有什么兴趣的，那我那个时候是想要练身体，才自己选择去询问是不是能加入田径队做训练。是，那其实田径队的比赛很单纯，它每一个运动项目一个单位只能出2个人。是，对。那当时我在学校的时候，我因为不是纯科班的，所以我其实不管哪一个运动项目，我基本上都没有参赛的可能性。是。那后面是刚好我教练他刚考完定向越野这个教练证，那刚好年底有一场比赛，他就把我带出去。那我就想说，选我的情况是什么？怎么会这么怪？明明还有很多学长姐或者是成绩更好的选手，怎么会是选到我？他说，因为你没什么机会参加比赛，那加上你有童军背景。对基本的方位认知这一块，或是判别这一块，可能会比其他的那群好。那当然，我就是被选上，第一次去参加这样子的赛事。那我永远都记得那一场是在12月的擎天岗，只有7度，哇，冷的要死。对，那一场是我们学校是我跟教练，然后还有我们2个对场很强的女学姐。是，结果那一场4个人的比赛。是，他们3个都没有成绩，然后我有成绩，所以他们3个可能都地图掉了，档案卡也不见了，然后也找不到点回来。是，可是我是有全程跑完，有拿到成绩赛事。是，那后面教练就觉得我可能可以往这条路发展，结果后面的比赛就都把我丢过去，用学校田径队的经费让我去跑定向。是，那后面当我对这个东西有兴趣，我可能第1次、第2次的成就感有起来。就开始想要认真的去玩这个运动，那也刚好，我运气很好，我玩的那个年代还很少人玩，所以基本上我就是称霸大专组，后面就称霸大，因为后面就被丢出去国外受训的。是，那其实去国外也是一个蛮特别的经验，因为我没有出国过，那第一次出去就被丢到那么远的地方1个月。通常国外是到哪边去做？在北欧。北很远，飞很久。然后，反正生活习惯跟场域都完全不一样。我也记得我第一次跑正式的赛事，我拿到的地图是一张 A3 1:10000，就跟台湾有非常非常大的落差。是。那个时候我确实在台湾成绩很好，可是实际上出去外面。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小白。是。我的第1场比赛，我跑了4个半小时。可是实际上，那个场地的第1名跟我同一组，他只花了89分钟。哇，对，那是蛮大的落差。它是一个超大。然后我后来，等我自己真的会定向，我自己觉得我会定向之后，再回去看我最原始的那张图。我脏话骂好几声，因为这是一个这么简单的赛程，这么简单的图，然后我竟然会花那么久的时间。是，对，所以我也会鼓励想要来玩这个运动的，或是我的选手，我教的选手，我都会跟他们讲说，未来有机会你们一定会有去跑到国外的比赛。是，你们只要第1场正式的比赛跑进4个半小时以内，你们都赢我，你们都比我强。是。那也确实，当然，现在整个大家不管是对这项运动熟悉程度，或是一些资源的部分，大家也越来越重视，越来越多人参与。就像老师刚刚提到，跟之前过去自己第1次出国相比，可能现在的选手呢，也比较多机会可以在
刚学习的时候就接触到一些，不管是一些正规的学习的内容啊，或是观念的建立，或者是一些比赛的参加部分哦。那也是希望之后有更多的定向越野的好手，能够在有台湾这样的选手出现，去参加更多的赛事，然后能够在赛场上发光发热，有良好的表现哦。那刚刚也看到，其实画面上，当然现在比赛可能已经逐渐进入尾声。刚刚有看到号码布113号的蔡正汉选手，他其实在蛮久之前就有先跑到终点前，然后发现自己跑错点哦。但刚刚应该，如果他刚刚前面那个在10场旁边的打卡点有正确的打卡的话，应该现在也是要逐渐迈向终点了。我们可能等一下画面可以稍微来看一下，他有没有能够顺利的抵达终点来完赛的部分哦。那当然，现场这个状况这边附近，哇，这边这样子看，真的是觉得天气是真的非常好。那讲到天气，老师有没有在？因为刚刚有提到所谓的定向越野，除非是遇到打雷，不然是不会停赛的。对，那有没有遇过真的是很恶劣的天气情况之下这样子的比赛经验呢？刚好台湾跟外国我都有遇过。是，国外的部分是2008年我去参加亚锦，在韩国。哦，那一场接力赛，雨是用倒的，哇！可是因为下雨，照常比赛，然后刚好我也是很运气非常好。我接力的时候出状况，就是我的接力组大会没有放到我的图。哦，还会有发生这样在已经国外的赛事还有这样子，而且是大型赛事，结果竟然是会有遇到这个情况。然后我就在接力区那边淋了超过1分钟的雨，因为雨又非常大，我就觉得那一场真的印象很深刻又很痛苦。那台湾的话是有一次在五夺山的比赛，那可能靠近暑假是夏天的时候，所以有台风过来。那可是因为没有公布放假，那我们赛事就照常进行。那布点的时候已经蛮凄惨的了，因为进山区你下过雨的地方会比较湿滑，然后我们布点也是全身烂泥巴回来，可是还好，因为布点的时候只是飘毛毛雨。出发的时候下超级大的雨，哇！之后选手更惨，然后我们那个时候超开心的，等于是台风天的状况，但一样是持续来比赛。对，当然就下雨，我们自己后面当工作人员都会期望比赛的时候下大雨，是因为选手会比较狼狈的回来，感觉就会超好玩。然后我们工作的时候拜托都不要下雨。了解。像其实这次世壮运中距离第一天的资格赛也是在下雨的情况发生，是对，在举办赛事，所以当天资格赛回来的大部分选手都很惨，像我自己也摔了5、6次，就是场地非常的滑，所以你基本上你进去一个不小心就是整个会坐下去，就一直往下滑。了解。那刚刚画面上看到128号的吴宇珍选手啊，也恭喜完赛，但刚刚走的感觉好像放弃，有些疲惫啊，这个眼神逐渐失去灵魂啊，但还是顺利的完赛了，也是恭喜这位选手。那像老师，就像刚刚可以看到，可能选手走一走，可能确实可能真的不管是你身体上或是心理上的一些状况啊，有没有比如说一些建议，在选手他可能跑真的不管是所谓的撞墙，或者说他当下真的累到不行，甚至开始有想要放弃，通常那个时候你以教练的角度来看，会建议选手要用怎么样的心态才能够有办法有效转换来继续来挑战比赛下去？我也是一个不要求成绩的教练，了解。我觉得可能也是跟我自己的教练训练有关系，是他也是用这样的方式在带我们，是，所以我也会跟选手说，如果你今天遇到真的很夸张的情况，或是你真的不舒服，是你放弃比赛没关系，就是了解，成绩是一时的，可是身体是一辈子，是你不要因为一场没有跑好，或是一场没有成绩，你就把这场成绩看得非常非常重。是，你如果有意愿，定向越野是可以玩一辈子的。是。国外有组别是100岁以上组。对。你真的有意愿，你真的想要争冠军，你活久一点啊！你一直都来玩啊！只是因为现在台湾很多
学生选手，可能是家长的压力，可能是教练的压力，或是自己也给自己压力，他们都只想着要在短时间内拿到成绩，拿到所谓的出国代表权，想要穿一件全是台配的衣服。是，可是那些都是一时的。我希望他们玩定向不是这样子，而是一辈子的。是。所以如果你真的有不舒服的情况，放弃没关系。了解。那不过我也想要去做一个教育文化，就是不管你是不是真的跑不完，或是各种不同的情况想要放弃了，请你至少要回终点报到，而不是自己就消失这样子。要让我们知道你回来了，我们不用在所有纸卡都回来的情况下就漏了你这一支，然后还不知道你去哪里。因为在过去不同的赛事场合都会遇到有选手放弃了，那他就自己回家了。是。可是那支纸卡没回来，我们会知道，我们会知道谁没回来。是。好，那刚刚画面上也有出现，当然几位完赛的选手，刚刚应该是体验组的选手们顺利完赛之后，再做一个拍照留念的部分哦。那当然也是恭喜他们顺利的完成了这次的赛事，回到了终点。如果今天对定向真的有兴趣，想要跑外面的比赛的，其实现在东南亚、东北亚都有很多国家有在做定向这块活动。是，那只要不是需要你用国家代表队的身份出去的赛事情况，你都可以自由的去参加。比如说最近的2个在亚洲这边发展比较好的国家是香港跟日本。是，其实他们都每一年都有非常非常多的赛事可以参与。那包括其实如果你没有政治敏感的情况下，我们也都很推荐去参加中国的比赛。是，中国比赛也非常多，而且其实品质都做得很好。那另外一个部分是他们相对的开销是很低的。对，所以其实我们都也蛮想要推荐选手去参加中国的赛事。是因为毕竟如果说是到整个定向越野，大家都说起源是在瑞典这个部分啊，那你到北欧的话，那当然整个消费、整个生活确实会比大家预期的还要再高一些些哦。那当然，就像定向越野这个运动蛮有趣的，就是关于它整个起源历史的部分，但是大家都说是在瑞典创立哦。老师对于这一块有没有一些比较算是了解的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的？其实这个运动是瑞典的海军，他们是在1895年的时候开始的。那他们其实当初是想要帮这些海军的士兵们做上岸之后的训练，所以有了一个这样子。是，那这其实算是等于是一个军事化训练来发展而到的，现在变成不管就像老师刚提到，众多年纪都可以全民参加，非常好的一项的运动哦。那当然，现在我们这场2025金蛇要了我们的定向越野挑战赛的赛事，当然都陆续结束了。那现场也进入颁奖跟抽奖部分，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抽奖的现场画面。148。不清楚了这个。协会监事白荣吉先生。好，那我们要请监事帮我们摸出16个有钱珐琅杯，拿到就有钱，16个，拿到就有钱，147。
10位哦
这边也是要恭喜刚刚有顺利被抽中的参赛者们哦。那其实这个运动比较有趣，算是推广性质的，很多像现在这种挑战推广性质的定向越野挑战赛，那参赛者可能感觉应该就刚刚这样子看起来，应该是完赛之后将身上的号码布给丢进摸彩箱哦，当做摸彩的部分。那也是非常感谢能够促成这样赛事成立的一些赞助商们，也提供了这么多的奖品给所有参赛者们，能够顺利，除了在能够得到比赛的体验之外哦，那当然也能够获得一些相当精美的礼品，可以说是哇，有得比又有得拿啦，不只有美好的参赛回忆，那也可以带着一些纪念品来回家这样子哦。那这比赛可以看到，我这现场现在的气氛也是相当热闹热烈哦。那当然，可能就像以整个比赛到完全结束的状况之下，这边也要再问一下我们自己老师，可能我觉得也并不是要说整个评断大家的一些去说可能成绩或什么，但你觉得就以这样子比赛的举办下来看，目前整个觉得不管是整个动线的流程啊、地图的设计，或是这些不管是精英选手们或是一些体验组参加的选手们这样子参加的情况之下，大家在这样赛事的表现当中如何这样子？就推广性质来讲，我会觉得这场活动做得蛮好的。是对，因为今天完成的人，他们在现场，他们并不是在讨论的情况会很多的抱怨声，他们讲的或是他们表现出来的都是，我觉得我今天来参加这场活动很开心。是对，因为如果说今天赛事做得不好，或是体验状况不好的话，其实选手回来就会开始互相讨论，今天我在会场遇到什么问题，可能遇到有狗啊，或是等等的，或者是我遇到有被人家赶啊，不应该从这边经过啊，等等的，这是我们之前在办活动都会遇到的情况，或是点不见等等。是，那这画面上各组的成绩也出来了，在体验组的部分，第一名要恭喜145号的李淑君跟李淑凤，完赛成绩是28分15秒。那第二名是142号的林美容跟王朝辉，42分19秒。第三名是141号的王怡芳跟于淑玲，这对组合51分46秒。哇，必须说，整个第一名跟第23名的差距还蛮多的哦。当然，但也都是顺利的完赛了，也恭喜这3组的选手稍后能够成功的站上颁奖台哦。好，亲子组。那再来是亲子组的部分，要恭喜第一名的是134号的林嘉生林哲一，21分09秒。第二名137号的陈彦珍杨晨曦跟施浩勋，这对组合25分19秒。那第三名133号的许宣珠、陶巧玲还有许千红，26分53秒。也恭喜这些选手能够顺利完赛，并且跑出相当不错的成绩，能够站上颁奖台。再来女子45岁一般组的部分，第一名108号的郭玉伦选手52分13秒，第二名109号的吴文飞选手59分45秒。那现在现场已经进入颁奖典礼的环节，我们也来看一下现场状况。得奖的名单：第一名林嘉生、林哲一；第二名编号137陈彦珍；第三名编号133许玄竹；第四名135张浩勋；第五名136吴明倩。
吕立新，第二名吴宇珍。M21岁第一名林宣富，第二名林俊汉。W21精英组第一名林云任，第二名马秀兰。M21精英组第一名蔡鹏宪，第二名赖宇权，第三名李俊祥，第四名金庭安。等一下，他们还要整队一下哦。你们先拍了嘛，对不对？好，那现在整个比赛的成绩也陆续出炉了。通过画面再看一下，这边要恭喜男子45岁一般组的谢明达选手，最后是以28分50秒的成绩来顺利的完赛。再来是男子40岁一般组的选手，号码布112号的吴东颖选手，1小时06分30秒，也是成功顺利完成所有打卡点位的确认，那也顺利的回到终点了。再来是女子国小组的选手，哇，第一名131号，林品彤选手，她是31分27秒顺利完赛哦。在国小就能够来挑战接触这项运动，也是相当不容易哦。最后也能够顺利的抵达终点，也是恭喜她。继续看到女子公开组的选手，第一名是126号的吕立新，41分46秒。那128号的吴宇珍第二名，哇，1小时30分钟就55秒，这成绩落差就有点多了，但都还是能够顺利完赛，也恭喜这两位选手。去看到男子公开组的成绩，第一名林宣富48分25秒抵达终点，第二名125号的林俊汉。最终是花了56分27秒的成绩，是顺利完赛，是恭喜他们。女子精英组的部分，120号的林云任选手41分41秒，以及151号的马秀兰选手58分47秒。最终也都顺利的抵达终点，也完成所有的确认打卡检查，顺利的完成这场比赛。再来看到男子精英组的部分，第一名的是118号的蔡鹏宪，26分15秒；第二名120号的赖允权，34分23秒；第三名117号的李俊祥，37分06秒。啊，那这蔡鹏宪选手26分15秒的成绩，这个就要问赛比老师怎么看他这个成绩的部分了。好，我因为原本预计是可以在18分左右就可以完成，是。那可是时间拉到了25分之后，那因为我没有看过图，可能是在今天赛程设计上面有很多赛段是无法做穿越的，它是没有办法直接过去的，所以必须绕很大一段路，绕很大一个区块绕过去，那这边就会花掉比较多的时间。了解。那不过还是以第一名的成绩26分10秒，蔡鹏宪选手顺利以第一名的成绩完赛哦，也是恭喜他。金蛇耀龙门定向越野挑战赛颁奖。那接下来就是进入颁奖典礼的环节，来看到颁奖典礼现场。第一名李淑君、李淑凤，第二名林美容、王朝威，第三名王怡康、于淑玲。
第4名许青山、许晨阳。我们恭请白理事长帮我们颁奖。留念，让我一起站。回大哥进去一点。好，来看这边来。1、2、3来。好，谢谢。接下来要颁发的是亲子组，亲子组第1名编号134林嘉生、林哲一，第2名137陈真燕、杨晨曦、施浩君，第3名133许玄竹、曹巧玲、许千红，第4名35张浩勋、施浩庭、张嘉文，第5名136号吴明倩、易欣仁、易德琪。我们再次恭请台北市体育总会定向越野协会白荣吉监事帮我们颁奖。感动别人了，嘻嘻。我照不到大啊，自己上面。来，一起看这里，来，一起看这里，来，看前面。来，1、2、3，来。好，下一张哦，来。请白荣吉监事刘副进行我们颁发 W45岁组得奖名单，第1名108郭玉伦，第2名109吴文飞，请得奖的选手上台。再次恭喜各位选手，也邀请我们台北市体育总会定向越野协会白荣吉监事为我们颁奖。也邀请白荣吉监事刘副可以留念。来，大哥进去。来，在这边，看前面来。先看前面，先看前面来，好来。刚是不是有奖状？对啊。还没有出来。好。好，接下来要颁发的是 M45岁组，恭喜102谢明达获得第1名。邀请中华民国运动与休闲协会秘书长刘嘉瑜秘书长
长为我们颁奖。来，一起合个照。来，好，来这边哦，看前面。恭喜选手，也谢谢秘书长。那我们请刘秘书长刘部继续为我们颁发 M40岁组。恭喜 M40岁组编号112吴东颖获得第1名。请问编号112吴东颖选手还有在现场吗？接下来颁发 W14岁组第1名林品彤。恭喜品彤，请品彤上台。也再次邀请我们的秘书长刘佳瑜秘书长为我们颁奖。来，继续。我们邀请秘书长合影留念，恭喜选手，也谢谢秘书长。来看我这边来，好，再一张哦。好。请由秘书长留步，我们继续颁发 W21岁组第1名编号126吕立新，第2名编号128吴宇珍，请得奖的选手上台。恭请秘书长为我们颁奖。看前面哦。来，到我这边来，来一张来。等一下，大家一起拍照。运的比较慢，他只唱第1名，其他都还没唱。好，来 M45等一下再颁这个。接下来我们颁发 M21岁组，恭喜得奖的第1名150林宣富，第2名编号125林俊汉。我们邀请谢清良理事长为我们颁奖。好，邀请谢理事长合影留念。接下来颁发 W21岁军兵组第1名编号122林云任，第2名编号151马秀兰。恭喜选手，也再次邀请谢清良理事长为我们颁奖。
恭喜得奖的选手，也请谢理事长留以留念。来看这边，3、2、1 ，OK。接下来要颁发的是 M11岁精英组第1名蔡鹏宪，第2名赖允权，第3名李俊祥，第4名金庭安。邀请中华民国运动与休闲协会理事长谢清良为我们颁奖。最后，我们将颁发 M45岁组，恭喜获奖第2名林胜军，第3名赖允植，第4名梁和发，第5名邱玉文，请得奖的选手上台准备。我们再次邀请谢清良理事长为我们颁奖。在这里。再次恭喜所有得奖的选手，以及今天所有的比赛人员。恭喜，也谢谢所有参加的来宾以及工作人员。我们今天活动就到这边完美的结束。好，那我们2025精神耀龙门定向越野挑战赛，那今天赛程也算是圆满结束了，也恭喜所有完赛的选手以及得奖的选手们，在这里也相当感谢子琪老师的讲评。那我是林志儒，也仅代表所有辛苦的转播团队伙伴们，这里感谢你的收看，我们下一场精彩的赛事再见了，拜拜，谢谢，拜拜。